突破带量，就是有效突破，连续2根，所以它的股价就从过了末跌高、前破高这个地方就展开了什么45度攻击。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延续上个礼拜讲电动车概念股，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个股是台达电。那依例呢，我们在讲到个股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产业的分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电动车跟燃油车最大的差异呢，电动车它不会造成空污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比较多的燃油车呢，它是靠着燃烧汽油，然后产生了热能，然后转换为动能。那在燃烧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废气。那现在因为环保意识开头，所以说大家不愿意空气中吸收这么多的废气，所以说电动车这个地方呢，就是绿色概念。那在这个地方呢，电动车就是利用电池，然后电能，然后去驱动马达，产生了动能。所以我们去看到就是说，这边要燃烧汽油所产生的一些设备，这个地方可能会慢慢消失。可是电动车这边需求越来越高，那相对的话，这些的东西就会什么需求就会越来越多，包括了电池组、充电器啊、电动机啊这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电动车这个产业那么夯呢？大家看一下，从2021年到2025年，它的年复合成长率超过45%，哈，是电动车的高速成长，就造成了什么？因为它是用电池来发电嘛，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有所谓的充电需求。那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充电桩出来。目前各国的电动车、电动桩，比不上电动车的那个销售量，所以就是在充电桩这个地方，后市这个地方呢，它有大幅成长的空间。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各国政府这个地方呢，2025到2024年这个地方要逐渐淘汰。像我们台湾呢，大概就是定在2040年。那欧洲这个会比较先，做2025年这个地方就要逐渐全面的淘汰。所以在这个整个各国政府的趋势之下，我们会知道，就是说未来一定会带动电动车的销量增加。那目前呢，中国最积极，就是电动车跟所谓的充电桩的比例是6:1，但是它都比我们刚刚讲的标准的2:1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显示各国未来就是建置充电桩的空间还有非常的大。好，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在台达电这个地方呢，我们为什么特别介绍它？因为台达电它原来是全球最大的所谓的交换器的电源供应厂商，近年来已经从关键零组件的制造厂商呢，转型为整体节能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看好的原因。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它在电源及零组件这个地方呢，还是占它的营业占了59%。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有一个电动车解决方案这个地方呢，在2022年占的比重大概是6%，2023年这个预估是10%。那所谓的电动车解决方案，它就包括了电动车的电源啊、零组件啊、电动马达这种业务。那第二个其次就是所谓的基础建设的业务，那它有非常多项。那它这个现象里面呢，有一个是能源基础系统，这个地方就含了什么充电桩，也就是说它电动车的营收有2块，分别一块是在电源及零组件的部分，一个是在基础建设的部分。那所以说呢，简单来说应该是2022，这边写错了。台达电在电动车相关的业务这个地方，就是有电动车的解决方案，再去加整个充电桩设备这个地方，所以加起来来讲的话，在2022年这个地方，它整个比重大概占营收的9%。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营业比重虽然不高，但是未来的成长空间很具有想象的空间。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它主要的产业来讲的话，它需要一些电子零组件的元件，还有一些磁性的材料，还有一些模具的冲压，它才能做成什么充电桩或者是充电机。然后充电桩做好以后，就摆到了什么车用充电站，充电完以后存在车用电池里面然后接下去呢，电站的运营商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整个车用充电的相关产业。那这个地方我们了解整个流程以后呢，那我们就知道在充电桩这项的零组件里面，它就需要了什么？我们刚刚曾经介绍过的什么线束，还有连接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的帽帘的部分，还需要主机板，
啊、电源模组啊、组装啊，还有充电桩的枪头啊，还有充电座这些的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整体来讲的话，需求蛮大。所以根据研调机构的预估呢，全球的充电站的市场规模呢，2022年为止的话，大概是465亿美元，然后到了2030年的时候会成长到多少？4173亿美元，所以年复合成长率是31.5%。也就是说，告诉你说，从事充电桩产业这个地方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明星产业。这家公司就是说，除了充电桩以外，然后它也有去踏入储能的部分。好，那我就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们目前呢发电的几个系统，除了我们原先知道的所谓的核能发电、火力发电，这几年来我们也在往绿能发展，所以包括了什么太阳能啊、风力这些都加进来。那这些能源加进到发电这个地方，就是说发电厂这个地方、电厂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输电，接下去我们就供电给一般的客户。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会知道，比如说我在供电的过程之中，比如说假设太阳能我们或者风力我们储存了一些，那因为他们都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所以当我们到了发电这个地方，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储存的地方，就先把这个能源做一个储存。那现在政府呢，因为电力不足，也鼓励就是说各企业自己去成立它所谓的一个微电网，然后靠着自己的部分就可以做发电动作。那你在发电的动作过程之中，比如说我这家企业我的屋顶上摆了非常多的太阳能板，可是呢我夏天的时候可能可以收集比较多的太阳能，那我冬天会收集比较少，所以我就把夏天多余的部分怎么样储存起来，这就是一个储能的部分。然后到了冬天的部分的时候，电力不够再把它拿出来用。所以台达电这个地方呢，它有提供零组件及系统整合，然后去做到储能的这一块，然后达到就是说可以调控电网，然后让它整个电量是稳定的储能，然后而且会去帮助别的企业。那有关于微电网跟储能的部分呢，这一部分我们会另外做一个专辑，就是关于微电网跟储能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呢只锁定到另外一块，就是说充电桩这个地方，就是说像台达电它的特色是什么？它拥有双向的电动车的充电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电动车开到了充电桩的地方去充电，充完电以后呢，如果今天发生了比如说意外，比如说地震了，或者是突然停电了，那我一样可以把我车上的电反向回给所需要电力的地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指双向，就是说它可以接收也可以放出，所以我们的电动车就会变成一个什么移动型的储电的设备了那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大概了解整个电力流程的部分。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财务分析的部分。财务分析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大家过去讲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要把每一家公司都放在同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全部用一样的指标，就是 ROE 这个地方来看。那我们可以直接用税后净益除以股东权益，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去剖析它的 ROE 成长的结构。好，那我们看一下以台达电的年报表来看的话，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那因为是一家老牌的公司，从2018年开始，然后它的 ROE 就是逐步的慢慢的往上涨，然后到了2022年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它的 ROE 这个地方也做一个比较大明显的成长。那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呢，也从2018年的 7.87 一路成长到了2022年的什么 9.62%。那在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也是从2018逐步往上，权益乘数的部分变动比较不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达电 ROE 的成长是来自于什么？税后存益率的改善以及总资产周转率的微幅的提升。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的财务结构逐渐转佳。好，那在季报分析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最新出来的财报数字，这个地方毛利率这个地方高达 2.8%， 那负债比例这个地方也是控制在5%以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2023年的EPS 来比较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获利这个地方还可以维持1%以上的成长动力。所以说公司的营运除了说本影集所谈的那个电动车充电桩跟储能之外，还有一
些有包括了什么5G 基地台啊、离岸风电领域，它都有 touch 到。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知道，事实上那个台达电它整个产业这个地方逐渐转型在各个主要的主流产业，所以是在一个对的趋势发展。所以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后面的技术分析大概的走势。好，我们看一下台达电，就是说，你看它从1990年这个地方挂牌以后，就开始走出了所谓的1高、2高、3高、4高，然后接下去呢，4高完了以后，它是做一个 N 型的修正。那修正以后呢，它在攻击的时候又过高，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等于说1高、2高的这个一个大 N 完成以后回档，接下去什么上涨 N 型再扩大，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它前面初始 N 型就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你就可以预估到后面的 N 型，你这样一推，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它的股价还会持续的往上走。那只是就是说它怎么走法。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末跌高，这边是前波高，是不是我们在技术分析之前有教大家，过了末跌高怎么会长红棒突破带量，就是有效突破，连续2根，所以它的股价就从过了末跌高、前波高这个地方就展开了什么45度攻击。那拉回的时候一样，就是说它回撤的过程中，它原来的关键 K 棒有守住，所以后面又持续的往上涨。好，我们看完了它的基本面，又看完它的技术面，我们就知道这家公司它未来的走势不是成功上涨 N，就是什么正常上涨 N 盘涨。这2个差距就是在于它业绩成长的力道的快跟慢。那我想讲到这边，大家都知道哈，如果说呢，我们在一个对的趋势之上，选定一家财务结构健全，而且整个产业发展都是朝正常的方向发展，具有潜力的话，就像台达电这家公司，那它不只是电动车，还包括了风力、储能这个地方，未来都非常有想象空间。只是这些业务呢，目前占它的营收比重呢，还是比较小的比重。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产业趋势是对的，那未来这个地方这些产业的营业比重都会逐渐提升。那随着它逐渐提升，它获利未来的成长幅度就会慢慢变大。OK， 讲到这边的话，大家就可以去注意它未来的业绩是否符合预期，就知道它股价速度的快慢了。好，讲到这边的话，下一集我们要讲什么？下一期我们要讲大家最有兴趣的转机股，我们要介绍飞鸿，所以下个礼拜你不要忘了继续收看哦。还有到了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